我最近看到一份初步的机密报告，关于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那几场轰炸。说实话，我的心头可真是一紧。咱们平时看新闻，总觉得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肯定是地动山摇，摧枯拉朽，把目标夷为平地。但这份报告就像一盆凉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他告诉我，这些轰炸仅仅只是让伊朗的核计划倒退了几个月，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彻底摧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傻眼？想想看，那可是对3个核设施的定点打击啊！可据那些知情的官员透露，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打击确实把其中2处设施的入口给封堵了，就像给一只地下巨兽的洞口堵上了大石头。但它真正的巢穴，那些深埋地下的建筑却毫发无损，依然安然无恙。这只核巨兽虽然暂时被困住了，可它还在地下蠢蠢欲动，是不是想想都觉得有点不寒而栗？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袭击前，美国情报机构曾预估，如果伊朗真要加速制造核弹，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在美国和以色列空军几天不间断的打击之后，国防情报局的报告估算，这个计划被推迟了，可延迟的时间居然不到6个月。我的天哪，这意味着什么？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结果只是给人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而且这个暂停键连半年都不到，这效率是不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还有个细节，简直像是在给咱们敲警钟。报告说，伊朗在袭击前就已经把大部分的浓缩铀给转移走了。浓缩铀，这可是制造核弹的核心材料，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核弹的心脏，他们提前就把心脏转移了，所以袭击真正摧毁的核原料少得可怜。这就好比咱们去抓一只狡猾的狐狸，结果发现它早就把最值钱的宝贝搬走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窝。而且啊，这报告还猜测，伊朗可能已经把一部分原料转移到了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根本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早有准备，像一只多臂的章鱼，在暗中布局。连一些以色列的官员都表示，他们也觉得伊朗政府还保留着小型秘密浓缩设施，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大型设施被攻击的情况，能继续偷偷摸摸地推进核计划。这种未雨绸缪的心机，真是让人不得不防。当然了，报告也指出，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这3处核设施确实遭受了中度到重度损坏，其中纳坦兹受损最严重，那是一个核设施的重症监护室，被砸得不轻。但问题是，伊朗到底会不会尝试重建这些项目？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就像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说到核弹，大家可能觉得制造出来就威力无穷，但前官员们透露，如果伊朗真想迅速造出一枚核弹，那将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小装置，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粗糙的土制炸弹，技术含量不高，威力也有限。而真正的技术难点在于小型化弹头，就是要把核弹头做得小巧玲珑，能装载到导弹上，这才是真正的尖端科技。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更先进的研究受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这就像你打掉了一个人的手臂，但他的大脑是不是依然清晰？能否继续思考制造更精密的武器？这才是关键。特别是福尔多这个地方，那可真是个硬骨头。它深藏于山体下70多米深处，简直就是个地下堡垒。现任和前任军事官员在袭击前就警告过，想摧毁它，那得是多轮打击，对同一个地点连续轰炸几天甚至几周才行。想象一下，一架 B2 轰炸机像一只黑色的巨鸟，向福尔多投下1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堡克星。这些地堡克星就像是大地深处的牙医，专门钻透最坚硬的岩石。据说现场都能看到6个地面入口弹坑，可见当时的火力有多猛烈。初步的毁伤评估却表明，
特朗普总统之前说的伊朗核设施遭彻底摧毁的说法，确实是言过其实了。这就像一场电影宣传的天花乱坠，结果发现正片和预告片完全不是一回事。国会原定周二要听取关于这次袭击的简报，议员们肯定会追问这些调查结果，可简报会却被推迟了，参议院改到周四，众议院改到周五。这背后的意味，大家自己品品，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更有意思的是，周二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还在一份声明中重申了特朗普早前的判断。你看这边情报报告说效果有限，那边高层还在坚持彻底摧毁，这口径不一致，是不是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CNN 之前就已经报道过这份情报报告的部分内容了，看来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官员们还提到，这些打击行动确实严重损坏了福尔多的电力系统，电系统就像是人体的心血管，一旦受损，整个运作都会停摆。现在不清楚伊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进入地下建筑，修复电力系统，并重新安装那些他们已经转移走的设备。这就像你把别人的电脑电源拔了，但硬盘还在，里面所有的资料都还在，只要有时间，他们就能重新插上电源，恢复运作。虽然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项目主管布莱恩·卡特说，毫无疑问，这次轰炸行动极其严重地损坏了这3处设施。这话听起来很肯定，但以色列那边的初步评估结果也对打击行动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以色列国防官员就表示，他们收集的证据表明，福尔多那个地下设施根本就没有被摧毁。你看，连盟友的评估都这么谨慎，甚至有所保留，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以啊，虽然特朗普和海格塞斯都声称这些地点被彻底摧毁了，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在描述袭击效果时就显得相对谨慎得多。他在周日记者会上说，这次行动旨在严重破坏伊朗的核武器基础设施，旨在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一个是目的，一个是结果。他周日站在海格塞斯旁边，还强调，此次军事行动的毁伤效果尚未做出最终评估，初步评估只是显示所有3个地点均遭受了严重破坏和摧毁。他还说，评估伊朗核计划到底保留了多少，现在说还为时过早，这才是真正专业的表述，留足了回旋余地，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前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将军在受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他对所用武器系统非常有信心，毕竟那些地堡克星不是吃素的。但他话锋一转又说，有设施得以幸存也不意外，这正是为什么要开展评估的原因。即便一切按计划进行，仍存在其他变量因素。这番话就很精辟了。军事行动不是简单的按键启动，而是牵涉到无数变量，地下岩石的密度、建筑的结构强度，甚至地质断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效果。周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民主党人也表现得更谨慎。罗德岛州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杰克里德就说，我们仍在等待最终的评估，大家都在等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国防情报局的代表呢，对置评请求没有回应，这种沉默本身也传递出一种信息，不是吗？所以啊，从这份初步报告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和威慑和扩散这些词汇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深不见底的战略博弈。一次看似雷霆万钧的军事打击，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激发出对手更隐蔽、更坚决的反击。这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你以为它会全部倒下，结果发现有的骨牌根本没被触碰到，有的只是晃了晃又站稳了。未来的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我们作为观众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表象所迷惑，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真实逻辑。
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